让我看看谁还在怀念以前的有线耳机。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有一副自己的无线耳机吧。为了适应更多人的需求，无线耳机也有了各种不同的形态，有能塞进耳朵的把，有能插耳朵里的豌豆射手，还有能挂脖子上面的耳机。最近又流行起来了这种小小的耳夹，在华为 FreeClip 之前，这还是个小众单品。好家伙，发布1年之后，清一色紫色耳机盒，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，是吧？如果你现在打开购物软件去搜，各种各样的耳夹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价格都不贵，长得还极其相似，问就是好音质，无感佩戴。那用起来会有区别吗？我就简单的买了10几个耳夹耳机来帮大家试一试，覆盖100到300多这个最主力的范围，看看这个品类要多少钱才能买到入门好用的耳夹。本期绝无恰饭，放心观看。如果能帮到你的话，可以投2个硬币支持一下。我也是这一波大采购了才知道这个品类的水有多深，有传统大厂，有3C 数码配件厂，甚至电脑厂都下场了。好家伙，这个品类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数据线和存储卡。那这些品类的体验横屏你们想看吗？这10多个的耳机我全部体验测试了一遍。结论，100到200的这个价位的耳夹通通不太推荐，他们甚至做不到最基本的好体验，它们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么大。我把共性总结了一下，挑最重点的来讲。就拿耳机最基础的音质来说吧，耳夹的这个形态呢，甚至比半入耳式还要抽象，因为扬声器距离耳朵过远，耳夹必须要考虑声道有没有对准耳朵，会不会漏音，声场够不够有力，声音会不会发虚，这一点这个价位的耳夹几乎全军覆没。怕大家不知道好的和差的之间有什么差距，我拿个原版的给大家听听看。差距大到离谱，对吧？其实耳夹这个品类本身就很神奇，开放式的耳机已经比耳塞要难调教很多了，就因为固定的方式稍微不牢靠那么一点，耳夹直接挂在软软的耳廓上，离耳道还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每个人的耳廓还不一样大，这个固定方式会把很多在普通耳机上面能解决的问题都无限放大。我们在接下来的耳夹里面一个个都能遇到，就比如说通话，麦克风离那么老远，这就非常吃软硬件算法的配合了。在这个价位，通话连最基础的清晰都没有办法保障。生活就像海洋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。生活就像海洋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。这还用对比吗？还有耳夹的佩戴也是这个价位解决不好的问题。这个级别的耳夹基本都很难确保稳定性，就算勉强挂住了也经不起晃动。更过分的是，可能你触碰操作一下它就掉了，本来就不够用的音质更是雪上加霜。还不止这些，举个例子，你看我拿出来这俩耳机一转，其实2个耳夹是长得一模一样的，这就出现问题了。那要是戴反了，岂不是根本不知道？所以有的厂商就用磁铁来区分左右，放错的话是不会收进去的。但这个价位有耳夹把这个都做漏了，也就是说 iPhone 的 L 一样能够放进去，甚至一样能充电。要是某一次放错了位置，估计再也没有机会发现了，就一直是反着用的了。不过你看我刚刚悄悄的把现在的左右声道反过来了，应该也没有听出来是吧？不过华为的比较奇葩，他们的盒子其实也是正反乱放了，但可别以为百密一疏哦。戴耳朵上之后呢 ，FreeClip 里面有一个重力传感器，自动的去判断左右。这样子放呢，它就是右耳；这样子放呢，就是左耳啊。而且哪怕是触控，差别也是可以很大的。比如接触面积太小，反应太慢，甚至一敲就掉，在这个价位都是普遍现象。这个体验就很难崩，用久了你甚至更情愿用手机去操作。华为这种呢，这里
还有这里都可以操作，体验就完整很多。还没完呢，用 TWS 9了，习以为常的戴上去播放，取下来暂停，在耳夹上也不是同理可得的能力，因为它们通通都没有佩戴检测。耳夹拿下来的时候，视频和音乐都不会自动暂停，等你发现声音没关，可能就已经耗上不少电了。这还不算完，佩戴和取下来的时候，用手乱摸还会各种误触，每一次塞进耳朵播放的状态都是开盲盒。到了更高价位之后的耳夹，才陆续有产品解决这个问题。更抽象的是，在这个价位里，一些想要浑水摸鱼商家的宣传选择了自研。明明是开放式耳机，居然宣传有主动降噪，还要全球首创。问客服，客服都绷不住了，只能改口。属于是产品把客服给坑了。宣传里又是适配华为，又是索尼同款的，反正就硬蹭。实际体验一言难尽，还有更过分的，宣传有骨传导，买过来一看，你往哪儿传呢？完全是蹭概念，欺骗消费者。购买页说是支持空间音频，去问客服怎么开，先是让我看科普，后来居然说是有自制音芯片，默认一直开启。好家伙，声音散你就跟我吹是空间音频是吧？可以说在这个价位，我非常不推荐大家随便选购一个，你甚至有可能买到这种盖子和本体看起来是反的。耳夹本身看起来也是反的，用的时候非要你凹一下的抽象产品，你想想啊，要是有不了解这个品类的小伙伴相信了宣传，花真金白银入了，体验完对整个品类失去了信心，那也太可惜了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，直接买入耳或者是半入耳这些更加成熟的品类，体验绝对不会比这些耳夹更差。如果你稍微加一点预算，到了200多这个价位呢，选择就会变得多了起来。产品经理预算多了，主见也变多了。就比如说外观到底要不要学习，功能上能不能来一点差异化，重点不同的定位之类的。到了这个价位呢，我觉得你就该注意一下购买渠道了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？其实最早我想做视频，就是工作室有小伙伴买华为 FreeClip 的时候告诉我，闲鱼上面也能买。好家伙，我一搜我都看傻了，正品没看到，看到的全都是200来块钱的华为 FreeClip， 这合理吗？耳夹这种结构实在是太挑耳朵了，就算是 FreeClip 这种级别的产品，身边也有小伙伴反馈说疼了几天才习惯，还有人直接放弃的。不管现在你脑子想不想买，回去以后耳朵不一定受得了啊。所以我是很建议选择有售后渠道的途径来选购的，起码还有后悔药可以吃。那闲鱼版 FreeClip 一问就穿帮了，什么原装同款进口高通芯片，你跟哪位同款？好，买，我要最顶配的。到货之后，我华为呢？盒子表面干净的都没有字，看起来是磨砂，但是比较差的那一种，接缝清晰可见，像不像萝卜刀？音质完全是图一乐，就算用刚才那些比较便宜一点的耳机来比，也得被吊打。是不是把研发都放在了怎么把这个外观模仿得更像上面了？你可是花了200块钱买的耶！这种山寨耳夹也不会自动区分左右，放反了就真反过来了，完完全全不推荐。我这还是所谓的顶配，大家选购的时候务必要避开这种山寨产品，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你憧憬正版的体验，这属于是抄都抄不明白了，不如看看能抄明白的。就比如说这个塞纳的耳夹，你就说像不像吧？这都不是最过分的，再给你看一个，他们还有一款耳机，这个眼熟吗？好家伙，这是2条腿站在2个巨人的肩膀上了。但你别说，这个耳机戴起来还挺稳的，没那么容易掉，音质也能听。这么一看，学习到精髓还不一定是坏事，另起炉灶没那么容易。你看这个耳夹够特别了吧？戴上去之后呢，更特别。我来了，主人，我来了，主人。它有自己的 app， 你可以在这里切换握手的蓝牙协议，这些是亮点，但剩下的问题也不小。比如说这个盖子松松垮垮的，耳夹佩戴起来比较松散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样佩戴是不是对的。宣传画上面的佩戴角度出来的声音，甚至不如直接拖到最底下的声音。所以
说能不能戴到合适的位置真的很重要，但是选购品牌的时候，最好还是能够问清客服，找能售后的牌子。如果有线下门店的话，那最好还是去戴一下试一下，少花冤枉钱是最重要的。而且到这个价位了，一些主攻音质有自己配套 App 的体验还能有一些基本的保障。就比如说这几个耳夹都有自己的 App， 操作手势是可以改的， EQ 是可以调节的，漫步者把佩戴指引都塞到你脸上了。这些功能对于音频厂商来说都是肌肉记忆了，你非要让人家造个功能缺失的，反而是件难事。价格更贵的漫步者和花在，他们的耳夹也可以像华为那样触摸 C 型桥来触控，还把佩戴检测这些 TWS 基本的功能也加上了，在这头耳夹里是唯一能做到的。这个价位再往上看，还有个好玩的，荣耀清选也来凑热闹，它也有一款紫色的。有再回过松山湖吗？没回去过，也没人邀请我去。这个清选耳机我体验下来，还真有资格坐上大哥这一桌吃饭。是不是还有点意思？音质能打，也有荣耀自己的 App， 快捷操作的方式，佩戴体验都很接近 FreeKeep，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佩戴检测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到了400以上的价位，选择就已经很少了。其实但凡是一个成熟的供应链产品，一定会有各种精益求精的产品去攻打更高的价位。但耳夹这个东西，从佩戴到材料，甚至到控制方式，绝大多数都还在撞墙摸索的阶段，不是不想，而是真没那技术。再高点直接断档了。1000加的 FreeKeep 往上看，还有个 BOSS 的，那个形态上不太一样，但其实也是耳夹类的开放式耳机，音质甚至比华为的 FreeKeep 还有说法。只是价格嘛，还得往上加。千元档还有一个 Envy， 上一代它的这个 C 型桥是硬的，我戴起来会有一点不舒服。有没有用过的小伙伴分享一下体验？现在新款跟着友商一起把连接改软了，产品经理看来还是有上网的。我还问了一下华为创新音频的大哥们，他们说如果非要下本超，那造型、材料什么的，一葫芦画瓢也能画个七七八八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也没有办法跟 FreeKeep 比，因为华为运动健康实验室华强北可没有。就单单通话，他们就在各种器械、各种运动、各种环境中都做了相应的优化，所以才有前面吊打的表现。对华为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，对别人来说期待华为开源是吧？而且 FreeKeep 的佩戴确实有点东西，我之前有几次戴着，突然之间心里一慌，耳机是不是掉了？一摸它还在，自己吓自己。别人还在研究怎么戴稳，华为已经装起来了 ，OTA 了一个掉落提示的功能，好。体验完这么多的耳机，已经有一些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结论了。低价位段的很多耳夹使用起来规避了这个形态的好处，反而吃满了这个形态的缺点，甚至可以说在耳夹这个品类里，便宜还真没什么好货，也不存在什么平替的说法。如果预算有限，喜欢开放式这种形态的耳机，不如考虑挂耳之类更加成熟的耳机形态，也是更加不容易出错的选择。千万别在低价区里面看个宣传就随便买一个回去，在耳夹这个品类成熟之前，这样子简直就是在给厂商送钱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建立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